你们知道12生肖的由来吗？相传神明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将动物聚集，并告知他们，在元旦当天最早到达神之屋的12只动物，就能按照顺序成为每年的王。于是，一场动物间的赛跑开始了。丑牛自知速度很慢，跑不过其他动物，便比其他动物更早出发。可就在即将抵达神之屋时，骑在他头上的老鼠跳下，抢走了第1名，而其他动物也相继到达。就这样，被世人熟知的12生肖便产生了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12生肖中没有猫？那是因为老鼠告诉了猫一个假日期，让它错过了元旦。这就是小多拉除了耳朵之外无比痛恨老鼠的原因。为了弥补猫错失进入12生肖的机会，科学家在未来发明了一款可以让人变身12生肖的骰子。看到骰子上有兔子图案，大雄顿时开启脑补，希望变身兔子被静香捧在胸前。小多拉一眼就看出大雄脑中那些20加的大胆想法，二话不说就抢起大雄手中的骰子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骰子掉在了地上，下一秒，一头小可爱出现，吓得小多拉一招铁头功直接升天。于是大雄拿起骰子准备整活，结果因为不熟悉4条腿走路，从房顶摔到了院中。老妈听到异响，开窗查看，下一秒，对着变身野猪的大雄就是暴菊3连，吓得大雄一口气冲到静香家，才终于变回了人类。他投出骰子，变身兔子后按响门铃，看到这么可爱的萌宠，静香哪里还有抵抗力？二话不说就抱着大雄来到了闺房，之后更是准备当个铲屎官给大雄投食。听说自己有了长期饭票，大雄恨不得从此做个兔子，天天被静香抱在怀中，说不定偶尔还会有额外多出来的福利。然而生肖骰子的效果只能持续5分钟，可大雄无论怎么尝试，都无法再次变回兔子。所以当静香端着口粮前来投食时，就感觉要成为口粮的应该是自己。只见他嗷的一嗓子，就把大雄砸出了窗外。小多拉恰巧从楼下路过，就感觉头上多了个发卡，于是他也嗷的一嗓子，再次施展出独门绝学铁头功。大雄走后，静香喊来闺蜜，跟他们玩起了大富翁。然而地上的一颗画有12生肖的骰子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另一面的大雄直到恢复成人形，小多拉才变回正经喵咪。可就在此时，2个妹子喊着救命呼啸而过，而静香的家中竟窜出一头上古恶龙。得知真相的静香恨不得原地改嫁，可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回丢失的骰子。殊不知骰子此时已被小夫发现，独特的造型更是令胖虎原地认主。苦苦寻找骰子无果的大雄2人回到家中，正巧看到虎父2人因为参加父子大赛上了电视。而父子大赛跟选举12生肖一样，第一个跑过终点之人就是今年的幸运儿。只可惜大雄是个体力战五渣，站在 C 位的小夫表示自己的目标是第1，差点被有同样想法的胖虎送去祭天。而胖虎意外掉落了骰子，在人群中来回滚动，被很多人触碰到。所以等裁判的鼓声敲响之际，冲出门的竟变成了一群动物，而且好巧不巧，恰好是12生肖。虽然会吓坏电视机前的观众，但何尝不是一种好的预兆呢？那么宝子们的生肖都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工作学习再也没有摸鱼者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鬼怪短裤，只要穿上它，正常人会秒变精英，疯狂搬砖。0分学渣也会熬夜苦读，拿到2位数不及格的成绩。今天大雄喜提0分试卷1张，关键考0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连续5次0分。一想到老妈会变身顶着妙脆角的魔鬼，大雄就肚皮一翻，原地去世。小多拉只好送了他一条内裤外穿的魔鬼短裤。岂料老妈并非为了日常打娃，而是想让大雄当个扫地机器人。可正常孩子谁爱干活？于是小多拉只好在短裤上写上打扫，想让大雄被迫勤劳。可大雄反手一套，就把机会送给了好吃懒惰猫。老妈对擦到反光的房间相当满意，岂料小多拉强迫症上身，不仅掏出放大镜，还用老妈的原味丝袜教了一些清扫缝隙的小妙招。看着小多拉堪比开学前学校大扫除的阵仗，大雄只好一招射死脱裤，才让小多拉重新变懒惰。于是大雄二话不说写上学习，把短裤穿在了身上，一秒变身学习之鬼，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教材都搬到桌上。从1年级开始饿不起来，就连吃饭时也书本不离身，爸妈顿时高兴极了，觉得考上东京大学都问题不大。从此大雄变身行走的复读机，上学路上背单词，就算被嘲笑学渣想变学霸痴心妄想，大雄也开着隔绝防护罩无动于衷。上课时间就更狠了，大雄直接举手表示1堂课全都没听懂。放学后更是留下老师陪自己恶补，直接累到老师去村口吃了席。回到家也是全程高能，将0分试卷贴满整个房间鞭策自己。终于在大雄熬夜苦读累爆俩眼球后，喜提了人生第1个2位数成绩，还把垫底的成绩无缝传承给了胖虎。看着区区9分的成绩，胖虎顿时变身战斗少年。因为考不过没脑子的大雄，
那就等于说自己连个傻子还不如。于是他不仅送了大雄满头包，还警告他以后只准考0分。大雄只好上书3个大字：干架，把自己包装成了干架鬼。只见他找到胖虎正面刚，约对方在下周5来一场我活你死的对战。胖虎自认天下无敌，决定在当天打爆他脑浆。从此，大雄便以树木代替胖虎，疯狂地练着灭虎神功。回家时内卷，上学时更内卷，只为有一天打败小镇恶霸。可惜所有人都下注大雄会被秒杀，直到看到他对上小镇最强恶犬。本以为大雄会是送上门的外卖，岂料他竟打走了狗子，就差熬上一锅清汤直接煮了。小夫顿时姨妈上头，要改投大雄完胜胖虎，还主动跟大雄攀亲戚，说他们是同一个祖先。要是这么算的话，我跟马云爸爸那绝对是亲戚。我从来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胖虎以为这是场白给的对决，可他在路过河边时，看到大雄一招平平无奇的背刺，竟然折断了千年古树，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一脚地板油就直接跑路。殊不知，这棵树早已被河水浸泡成了豆腐渣。对决当日，大雄刚一出门，就遇到一群熊孩子撒豆攻击。原来今天是日本的节分，有撒豆驱鬼的习俗，而大雄恰巧就丧到成了那头鬼。为了逃跑，大雄一个箭步就是一招裤裆开炸，不仅摔成了全身骨折，恶魔附体的增益效果也没了。但意外永远阻挡不了2个老六空地开炸。明明2个人怕成了帕金森，还都扬言要打爆对方脑浆，让他不孕不育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来看约架竟成了嘴强王者的对决。也不知道2个学渣谁的嘴上功夫会更强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连小孩的画作都能刊登在漫画书上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印刷制书机。比如小多拉拿出纸和笔，让虎父2人随手画一张，再将画作与提前购买的漫画书一同放进机器。当机器完成印刷后，只要翻开漫画书，虎父2人的画作就会出现在 C 位上。岂料小夫刚想说这是骗小孩的恶趣味，胖虎就把铁拳对准了他，并原地认领了大雄2人知心好友的关系。原来他是有求于人，想用这台机器把胖妹的漫画弄上去。因为别人参加漫画比赛落选后都是越战越勇，胖妹是直接玩起了绝食，并打算从此封笔不再作画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才华。为了不让胖妹瘦成静香那种身材，胖虎拿来了他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原稿，并准备刊登在人气少女漫画书上。待成品出炉后，胖虎第一时间送到了胖妹手里，希望重新唤醒妹子的食欲。胖妹原本还不信，可当看到实物后，整个人都迎来了事业第2春，抱着哥哥就是一顿爱的贴贴。胖虎本以为胖妹会从此振作，没想到胖妹振作到要给编辑部去电话询问下个月的约稿，吓得胖虎2话不说拦下他，然后来到大雄家下跪磕头一气呵成，希望他们可以编出个编辑部来。眼看再不答应就会被锤成渣渣灰，小多拉只好拿出截取电话，让胖虎把另一头接到自家电话上，接着邀请胖妹主动给编辑部打电话。大雄这面的电话就响了起来，岂料大雄拍马屁没刹住车，把胖妹评价为当代漫画家的领航标，说他的人气不仅是日本第一，更是世界第一。可彩虹屁吹过头就必有妖，胖妹不明白自己这么高的人气，为何连个粉丝信都没收到。于是胖虎再次杀到大雄家，跪求他买点粉丝。小多拉只好拿出模范书信笔，并调成10岁女生的位置，让大雄代编粉丝信。虽然字是大雄写的，但内容都是模范笔根据设定的年龄原创的，可只有一个粉丝实属寒酸。于是小多拉将年龄刻度范围扩大，让大雄被迫成了写信工具人。看着满满一箱粉丝信，而且内容都相当劲爆，胖妹感动之余又奇怪，如此抢手的漫画不应该是各个平台抢着买版权吗？于是小多拉只好熬夜爆肝，在各种人气漫画杂志上刊登了胖妹的作品。胖妹顿时高兴极了，已经开始幻想用数不完的稿费买城堡这件美事了，帮朋友圆梦还得自掏腰包。小多拉这次是高低忍不了了。与此同时，胖妹看着刊登的漫画陷入了沉思，她独自走上雨夜的街角，希望找一个假粉丝听听意见。而小夫很荣幸地喜提了这个身份，他不仅没听说过胖妹这个世界第一的人气漫画家，还笑着评价她的作品是世界第一烂。当他得知漫画出自眼前这个妹子之时，顿时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殊不知胖妹想听的就是真心话。就在胖虎为稿费虐猫之时，电话再次响了起来。胖虎以为这是妹子来催钱了，可当他颤抖着手拿起电话，却不曾想胖妹主动提出了退稿，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作品还很幼稚，目前只想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虽然胖虎有些失望，但更多的是对妹妹成长的肯定。其实我们也应该如胖妹，在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，终将迎来辉煌的明天。